这个女人头发凌乱地站在镜子前，绝望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接着被男人环抱在怀中，疯狂地吮吸着她发丝的香气。可女人就像木头一样一动不动，没有丝毫的愉悦。你还记得2009年轰动全亚洲的张子妍案吗？年仅26岁的她在家中上吊自杀，留下了长达50多页的遗书，揭露了韩国娱乐圈中将女明星当成玩物交易的骇人真相。这部电影就是以她为原型拍摄的故事，但相比案件本身，案件处理的结果更令人震惊。故事是这样的，女孩郑智熙从小父母双亡，家境贫寒，和哥哥相依为命。智熙从小就有一个明星梦，长大后的她通过选秀进入一家娱乐公司。初出茅庐的她并不知道娱乐圈糜烂的圈规，作为娱乐圈的新人，没有任何资源，商演的机会完全由经纪公司分配，女明星必须完全服从公司的安排，才能在这一行出头。这天，经纪公司老板带着智熙陪达官显贵喝酒，智熙身着火辣的短裙，显得更加妖娆。一个油腻导演趁机对智熙上下其手，他极力躲避，但也不敢反抗。老板见多了这情形，完全无动于衷。第二天，老板给智熙一个拍广告的机会，让他得到了一点甜头，但其实这只是公司操控艺人的手段，要让艺人为了获得演出机会而出卖自己。当他想要获得更好的资源时，则必须按照老板的吩咐给客户提供特别服务。智熙一度提出拒绝，但抗争的后果就是面临被雪藏的事业危机。于是，在这个深不见底的娱乐圈中，他不得不屈服，逐步沦为了潜规则的玩物。这其中的内幕还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陪睡换资源那么简单。对他这种18线小艺人来说，最常见的待遇是牺牲自己给别人做嫁衣。先是在老板的哄骗下为大佬提供免费服务，随后才被告知付出的一切并不能为自己换来任何的机会，而是被公司拿去捧一姐。抛开见不得光的交易不谈，在日常工作中被羞辱和侵犯也是他的家常便饭。这天，智熙接到了一个拍摄电影的机会，可导演却在未征得同意的情况下临时加拍一场强暴戏，这引起了智熙和经纪人的不满。经纪人与导演据理力争，导演见二人不识趣，不耐烦地打电话联系智熙老板。随后，导演将手机递给智熙，智熙满脸愤怒地接听老板的电话。没想到老板劝智熙乖乖听话，胳膊肘硬也扭不过大腿啊！智熙为了赚取片酬，只好硬着头皮上。他躺在床上和男演员准备拍摄电影，没想到下一秒，现场响起了智熙的呼救声。导演淡定地看着拍摄画面，吸了口烟，再长长的吐出烟雾，仿佛这一切早已习以为常。智熙被男演员摁在床上，任他如何挣扎也没有用，导演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这不是在演戏，而是假戏真做。智熙拍完这场戏后，情绪彻底崩溃了，他在回家的车上不停地流泪。回家后，经纪人放心不下智熙，折回智熙家中，按响了门铃，却无人开门。于是经纪人输入密码进入智熙家中，打开门后发现屋内一片昏暗，打开灯见到了智熙，桌子上放着一瓶安眠药，显然智熙要自杀。经纪人猛冲向智熙，拽着他来到洗手间，把智熙摁到马桶上，猛拍他的背，随着几声干呕，算是把药片吐了出来。智熙坐在地上痛哭流涕。他本以为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一步步地实现梦想，没想到这个圈子是如此的肮脏不堪。种种摧残之下，智熙提出了解约。但老板却威胁他，如果要解约，必须赔付30倍的违约金。在老板的威逼利诱下，智熙只好忍气吞声，不敢反抗。随后的日子里，智熙每陪酒一次，老板也会让智熙尝到一些甜头。这天，他又接到了一个广告，对着镜头露出最甜美的笑容，这是他出卖自己换来的。可老板继续变本加厉，又给他安排了一次恐怖的交易。这回招待的对象是韩国新闻会长，这个会长不仅好色成性，而且心理极其变态。智熙又该如何应对呢？这个女明星在电影拍摄中遭男演员侵犯，没想到这竟然是经纪公司的阴谋。然而这样恶臭的事情并没有停止，甚至还愈演愈烈。夜晚，老板退去了智熙的小内，智熙仿佛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她再也不想反抗，任由老板在自己身上啃食。第二天，她就接到了拍摄的通告。智熙一番精致的打扮，坐在贵妃椅上，妖娆地看向镜头，变换着各种姿态。摄影师的聚光灯打在智熙身上，这一刻，智熙才觉得自己是女明星。隔天，老板带智熙外出应酬，智熙战战兢兢地走进房间，礼貌地对着新闻会长点头哈腰，又小心翼翼地看着老板。会长看着甜美的智熙，露出一副颇感兴趣的神情。智熙显得十分紧张，他和老板入座後，立即为自己倒了杯酒，自顾自地喝了起来。经过了内心的斗争，智熙终于鼓起勇气，拿起酒杯向会长敬酒。제 이름은 정지희예요。
他一遍遍地重复自己的名字，只为了能够被贵人记住。会长看着这个特别的女孩，马上被她的美貌所吸引。或许窒息早就知道今晚的自己要献给眼前这位油腻的会长，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在会长离席期间，老板愤怒地殴打窒息，痛斥窒息刚才的出头行为破坏了酒桌上的氛围，吩咐窒息今晚要伺候好会长。窒息被逼无奈，只能满足会长。他绝望地吞下助兴的药片，双眼闪着泪光，一遍遍问会长기억하시냐고요。随后又一次重复自己的名字，会长却一脸懵逼，表示他的身体会记得。窒息伸出双手，任由会长为自己戴上手铐。他用力地闭上眼睛，迎接他的将是惨无人道的虐待。这时，一名女演员小林路过会长的房间，听见了里面的欢愉声。她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映入眼帘的是窒息被虐的一幕。小林十分震惊又心疼。老板突然出现在小林身后，捂住小林的嘴。床上的窒息看着门口的两人，绝望地哭泣。这次经历成为了压倒窒息的最后稻草。回到家后的他已经接近疯癫，他决定揭露韩国娱乐圈的黑暗面。他把自己遭遇的一切写在邮件里，发给了正直善良的李记者，然后坐在床上冷静地吃下药片，离开了人世，并留下一本日记本，上面记录了自己被少儿不宜的经历。不久后，经纪公司老板和会长被起诉到法院，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两个禽兽会得到惩罚吗？韩国的娱乐产业向来以压榨艺人而闻名，这并非很多人想象中的你情我愿的私密交易，艺人们并没有多少选择权。这也是为什么一直以来韩国艺人抑郁自杀的新闻层出不穷。女明星窒息在家自刎身亡，她留下的日记本也被人掩藏起来。随后李记者将邮件公开，一时惊起千层浪，国民纷纷请愿要求彻查郑智熙案。而顶不住舆论压力的韩国检方便派了大法官之女检察官金姐负责此案。于是金姐将邮件中指控的3位当事人起诉至法院。法庭上民众情绪激动，李记者出示了窒息发给他的邮件，却被老板的律师表示，目前除了这封邮件以外，没有任何的人证和物证，这个证据并不可信。庭审结束后，会长那边的律师约谈了金姐，劝金姐放弃这个案子，但金姐也曾经是性侵受害人，所以坚持要为窒息讨回公道。最后二人不欢而散。而另一边，李记者找到了检察官，想打听日记本的去向。由于这个案子在当时被判为自杀，所以警察并未对现场证据进行保存，日记本依旧下落不明。金姐向李记者表示，必须把本案的关键证人和物证找出来，他们才有胜算。而关键证人就是曾亲眼目睹窒息遭受虐待的小林，证物则是那本消失的日记。金姐经过一番周折找到了小林，希望他能出庭作证。第二次庭审开始，小林终于出庭了。他将会长对窒息施暴的事实和盘托出，边说边忏悔着，如果当时他能及时出手制止，或许悲剧就不会发生。金姐见局势反转，当场申请对会长的拘捕令，台下的吃瓜群众纷纷赞同。这时李记者收到一个快递，打开一看，里面是经纪人寄过来的日记本。庭审结束后，李记者用直播的方式向民众揭露窒息被胁迫服务各类权贵的事实，还亮出了窒息的日记本。在李记者的努力下，窒息案件的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会长这个时候也急眼了，可会长的律师却是信心满满。最后一次庭审开始了，许多记者来到法庭上抢新闻头条，本以为正义就要击败邪恶，没想到法官竟被会长那方买通。他在现场一反常态，直接驳回了金姐上回提出的拘捕申请。会长这边士气大振，开始装腔作势，表示自己对窒息受虐的事一概不知，并表示这是诬陷。辩护律师明目张胆地表示，这起案件之所以闹上法庭，是为了维护国民对法律的信任，但只要加以威逼利诱，就能让舆论乖乖屈从。金姐看不下去了，把关键物证交给法官，同时把日记本的内容投影出来。这些恶人的所作所为被投影在大屏幕上，日记里写满了窒息对恶魔的控诉。群众们奋起抗议，要求法官重判，可法官却强制关闭投影，激动地敲击法锤，还威胁闹事的群众要把他们都抓起来。台下的群众十分愤怒，纷纷谴责法官胡乱审判。法官见此情形，草草宣布休庭，随后扬长而去。金姐看着法官一脸难以置信，激动地痛斥法官不公。她转身看着台下的乱象，群众们激动地冲击法庭。棒子国的司法腐败竟到了如此地步。第二天，一个个女性走向街头，拉起了横幅，用自己的力量抗议着，要求政府重视此案。终于等到了宣判的那一天，结果却是除了经纪公司老板获刑1年以外，其余涉事大佬全部全身而退。电影的最后，
窒息已经变成了一张黑白照片，笑着看着韩国娱乐圈的肮脏行规仍在继续，而那些恶魔至今仍毫发无损。本片名叫《玩物》，真实还原了张子妍案的结局。片中饰演郑智熙的闵智贤，因为出演此片遭到封杀冷藏。正如片中那名调查记者所说，掩饰和藏匿改变不了什么，照不到阳光的地方，最后只会遍地发霉。即使正义与真相迟迟不来，人们也会始终不放弃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这种声音很微弱，轻而易举就会受到打压。但只要坚持不懈，他们终究会像雨后阳光，照到社会的每一寸阴暗角落。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拜拜。